大家好，我是圆圆。我今天要终于做一个 Q&A。今天在我的 Instagram，请你们发一些想问的问题。结果你们问了很多问题，我今天会努力回你们很多问题。好，第一个问题，我为什么来台湾？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长的故事。那我可以大概说，我从大学的时候离开法国，我去加拿大半年，我去芬兰半年。然后我毕业之后，我觉得住在国外非常有趣。我毕业之后，我决定要去瑞典工作。我在瑞典待了3年。我在瑞典的时候来台湾找朋友。那个时候我在台湾2个礼拜，在2个礼拜内我去宜兰、花莲还有澎湖。其实我就是马上爱上台湾了。我觉得跟我以前知道的地方差很多，完全不一样。就是我马上爱台湾了，所以我回瑞典还继续工作1年。但是这1年我一直在想，我要不要从瑞典搬到台湾？我真的花时间想，结果我觉得至少可以来台湾1年学中文。但是我的目标就是来台湾找工作。我在台湾做什么？其实 YouTube 不是我的工作，应该算是我的兼职。我是软体工程师，我在雅虎工作。我为什么叫做圆圆？简单来说，我来台湾的时候需要选一个中文名字，我请我朋友帮我选，他选了冯维源。冯可能跟 François 有点像，然后维源就是很简单写的，这样我觉得很好。然后因为叫做冯维源，所以常常有人叫我圆圆。我计划在台湾多久？其实很难说，因为我目前在台湾7年，我目前没有想离开台湾的计划。我在台湾很开心，我去年拿到永久居留证，所以我现在住在台湾更简单。我目前不想离开台湾，但是以后可能因为工作还是因为家庭，我会离开台湾去别的地方，我不知道。我现在在台湾开心就好。我喜欢吃什么？我觉得我不会挑食，我喜欢很多不同的菜。简单的菜就是水饺、炒饭，各种各样的汤，牛肉面啊那些东西，很多面、很多饭类都喜欢。然后菜可能空心菜、烫心菜都喜欢。我真的没有太多不喜欢的。臭豆腐、猪血糕。鸭血都吃过，都没问题啦。我觉得不用一直以为外国人没办法吃那些东西，其实还好啦，不会那么不好吃。我不太喜欢的菜就是有骨头的，还是内脏，这个我比较不太喜欢。我去过蟋蟀，你呢？我刚到台湾的最印象深刻，刚到台湾的时候，我从机场坐公车。来台北，我记得路上超级多机车，我觉得很夸张。我看了一些红绿灯，可能有几百个机车，我觉得哇，很不可思议的，没有看过那么多机车。台湾可以从法国学什么？你们知道法国人很会抗议，就是有一些不对的事情，法国人马上会抗议。我不是说每一件小事情要抗议，不是。在法国，老板不可以骂员工，这个是不会发生的。台湾，我听很多台湾朋友说被老板骂、被经理骂，这个在法国不会发生。如果发生的话，员工也会跟老板辩论，会说你不可以这样跟我讲话。台湾工作的文化，还没有到那个程度，还是会有那种老板骂员工，很可惜啦。好，那相反的，法国可以学台湾什么事？科技来说，我觉得台湾比法国发达很多。法国应该可以想到要怎么变成一个更方便的国家。在台湾最难解决的是什么？这个东西你们知道吗？很多网站不接受外国人的居留证，居留证的号码跟台湾身份证的号码不一样，很多东西外国人不能做。比如说买火车票，我一直要请台湾朋友帮我买。我不是小朋友啦，我可以自己做，但是拜托你们写网站的时候也要想到要接受外国人的居留证号码。我最近想变成钱柜的会员，但是一样，
前轨的平台不接受外国人的居留证。我也去柜台问一下，他们说不行，外国人不行。我觉得很生气，所以我写 email 给客服中心，他们最后还帮我变成会员。我觉得我可能是台湾第一个外国人变成前轨的会员 ，cool。在台湾不习惯的是，我觉得不管高雄还是台北，我觉得台湾人走路很慢。台湾的天气习惯吗？非常习惯。其实夏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，很棒。我真的很喜欢很热的地方。我怎么会那么认真学中文？我刚到台湾的时候已经很清楚，我想在台湾到中文流利的程度，所以我觉得不要浪费时间，要每天学。台湾哪里没去过？其实我台湾大部分都去过，我还没去过一些离岛，比如说金门、小琉球，还有兰屿，那些3个还没去。其实我这个月底要去金门，很期待。其实有几个人问我跟 Lucas 怎么认识的，其实这个蛮好笑的。我们7年前在师大，同时学中文，但是我们不认识。后来3年。我们一起拍一个广告，那个广告很好笑。然后这个是我第一次跟 Lucas 聊天很多，然后后来变朋友。好，这个 Q&A 到这里。如果有一些问题我没有回，那对不起。还是你可以可能你可以加我的 IG， 然后写讯息给我，这样我可以回你。那我跟你们说，下个礼拜见，拜拜。